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老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苏39岁，来自天津，会计；小张42岁，来自河北，销售。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谁更爱对方？我爱他多好几倍，我是上赶着爱他，倒贴着爱他，热脸贴冷屁股的爱他。我性格比较葛，我喜欢独处，我承认他爱我更多一些，但我对他很真心。你接受不了对方的哪些缺点？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食人间烟火，他排斥见我的父母，也害怕见我的孩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觉得婚姻是一种捆绑，他觉得谈恋爱就得2个人好到穿一条裤子一样，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私人空间，没必要强融。就这么几句话，我听完了以后怎么这么累呢？咱们先说说你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他相处2年多了，本来一直感情挺稳定的，我感觉我也是真心实意，我感觉他对我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转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我们石家庄老家那边天降横财吧，就是老家老房子拆迁了，得了一笔拆迁款。为数也不小，有90多个，小100。然后我父母就说吧，这笔款子就是给你自己去处理就行。我当时就想着说，我跟我对象也处了有2年了啊，感情挺稳定的。就是想着说，要不然咱感情再往前走一步，买个房，领个证，结个婚，咱手拉手一起过小日子，不是挺好吗？我跟他提了这茬之后吧，他给我的反馈很冷漠，也很抗拒。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本来我们之前相处的模式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出来玩也好，吃也好，大家都是 AA 制，我就觉得这女孩也挺好，经济也比较独立，我感觉她想法也比较独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发了这个拆迁款之后，感觉她好像要拿钱来砸我。张女士，你跟苏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就你知道他是不婚主义者对吗？他跟你明确表示过。刚开始也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就是相处2年吧，就是感情一直很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激烈的矛盾，就是可能小矛盾可能也有1、2天也就化解掉了。您结过1次婚了，对吧？对，我很年轻时候有过1次短暂的婚史。孩子多大呢？15岁，上高中了。男孩女孩？女孩。上高中跟着您还是跟着父亲呢？跟着奶奶那边，跟着爸爸。跟爸爸。所以您这边就是自己一个人，是吧？对。所以您就有动了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念头。对。现在其实就因为这个事儿开始，然后你开始反思你们2个人的关系了，对吧？对，从这件事上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裂痕，对，有裂痕，开始反思了啊。那个短片当中说到一句话，我还印象挺深的，说他希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对，本来我们一直挺好的，就从提过结婚这茬之后了，就慢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经常跟我强调独处。他确实兴趣爱好特别广泛，什么玩一些户外了、攀岩了、徒步了这些，他都很喜欢。我当时也是特迷恋他这些性格，我觉得他很酷。本来以前见面还挺多的，就是从有了这个小裂痕之后，我想给他约个会，说咱碰个头吧，聚一聚吧，还要跟我说，哎呦，我这1、3、5我是都没有时间的，我都安排自己事情了。你要约我，你就挑24/6抽空。那他之前这些兴趣爱好呢？对，其实我已经为他牺牲掉一些时间了。我之前本来每天都有安排的，而且我们刚开始的接触模式也我觉得比较舒服，1周可能出来见1、2次或者2、3次，我觉得差不多了。到后来他想每天都见面，我就觉得那我自己的时间就没有了呀。那你搞对象那可不得我想你，你想我，那可经常见面，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吧？不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爱好和圈子。你让他陪着你一起去参与你这些爱好行吗？我真的尝试过，可能看他身材也能看出来，他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就有一次我带他去我们格斗馆里面去体验，我们当时练巴西柔术，巴西柔术是一种地面缠斗的一种锁技，对，就是肢体接触是非常难免的。对，就是当时那天正好是女学员是单数的，正好分配出来多余一个女学员，是教练安排和我来搭。
那他看了不乐意了，他觉得，哎，你们这撕巴是怎么回事？这你抱我，我抱你，我能乐意吗？您这不知道那是什么画面？就是俩人死死的抱在一起，就抱特倍儿死，这胳膊也搂着，腿也缠着，对呀，就完全就贴一块。见过你不那样，你锁不住对方呀。你没看过奥运会吗？但是我感觉。我作为他女朋友，我当时就是热恋时期，我是完全受不了他跟异性这么亲密接触的。你的所有兴趣爱好我都是支持的，是不是？你可以跟男学员一块玩这个吧，你没有必要要跟女孩子一块玩这个呀。是，平时都是跟男学员的，就是他去那天好巧就让他给看了。对对。你还说到，你说他拒绝见你父母是啥意思呢？我不是在天津工作嘛，我爸妈都在老家石家庄那边。然后平时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他拆迁款下来之后，不是我也有这个买房结婚打算了吗？就跟父母说这事儿嘛，然后父母就想着说，要不然我们也去见见你这个对象嘛，你也谈了不短时间了，是吧？尤其是我先前不有过一段不太顺利的婚姻嘛，然后父母也害我同一坑里再翻个跟头，还有那个就是同样错误别犯两回了就。你上段婚姻为啥分开呀？方便说吗？那会儿特年轻，那会儿才20出头，可能也是年轻气盛吧，包括那会儿也任性，闪婚闪离挺快的，主要是性格合不来。好。你接着说，爸妈要见他，哎，对我爸妈见着了吗？见是见着了，我爸妈过来了，但是那过程也是现在想起来都很揪心，很闹心。怎么了？他是逼着我去见，他说你这次要不见的话，咱就分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奔他来的，那我父母我这边都安排好了，我饭店也定了。是我本来就不想见，我就觉得两个人简简单单谈个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就好了，你干嘛非要变成就是3+3等于6呢？那我父母大老远过来就为这茬来的呀，我得跟父母那我得有这个交代呀。他说他让他父母给我来把关，就好像他父母要不乐意，那之前就白谈了。那我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没数吗？我之前还认为他是一个挺有主见的人。那我也是不是也得听从一下父母的意见呀？那父母要说不行呢？老给我抬这杠，老给我抬这杠。他问的也没错啊。父母要不同意呢，你不还得接着谈吗？而且我最后我也是去了，而且我第一次去，我花2000多块钱给二老买礼物，我觉得这不够诚意吗？去是去了，从见面到离开，寒暄没3句话，真的就说了这数阿姨好，礼物一放，就说我有特别紧急要紧的事儿，我得走。没有足足8分钟呢。哦，您自己还掐着表呢？不是，因为我当时正好那天我也有比赛。我这个备战了3个月，但是他爸妈来是他临时安排来的。再说了，我这次不见，难道以后就见不着了吗？那你有想过让他带他去见你爸妈吗？没有，没有过。你有要求过说我得见见你爸妈吗？我有过呀，因为我是想跟他关系更进一步的。他怎么说呀？我还是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简简单单1+1等于2，你不要弄成3+3等于6。你之前的几任女朋友是不是分开有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这个不婚主义呀？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数量很庞大啊。没有，之前一共就是4段吧。你看啊，父母不见，然后刚才短片里面还说到说，因为女方有一个女儿嘛，说女儿也不接触。对，我女儿今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就想说接她来天津待段时间吧，正好也跟我对象他们也那个互相熟悉一下，是吧？因为我是有想法说想让他们增进一下感情，但是他也是很排斥的，各种推脱。我本来还安排我们说咱一起出去爬个山了，他也擅长这个，然后他就特别的不乐意，完全不接我茬儿。然后当时跟我说，你小孩来了，你应该那个把好多时间你就放在孩子身上就好，咱们这个事情咱们就可以暂缓。他有一个事儿没说，我当时也是在裸辞备考注册会计师的阶段，我需要大量时间去学习，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爱好，我不能完全的放下，所以我说你先陪你的孩子，然后这段时间呢，我该备考，我该继续自己的爱好，继续自己的爱好。对，他提起他备考这个事儿，我还一肚子气。他原来在那个外企工作啊，做财务那块的，挺稳定的，也挺好一份工作啊。然后呢，今年就突然跟我说，想那个去考注册会计师，要辞掉这工作。我当时就挺急的，当时跟他掰开了揉碎了，把这道理就讲了大半宿，白讲。第二天完全没采纳我任何意见，第二天咔嚓人真就辞了，停下这工作说要不要了。因为他不要稳定啊，因为注会考上之后每年可以出差200多天呢。但是很难的呀，不是说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就喜欢难的呀。你到底爱上了谁？你可能还没我了解他呢。
最后他就这样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把工作辞了。对，一意孤行就把工作给辞掉了。我当时特为他惋惜，其实并不是一意孤行，就是我有认真的考虑他的想法，但是他给我提出的各种利害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我觉得那没有这个承担后果的能力，对，没有其他的我没有顾虑到的一些事情了。那我想，那既然都 OK， 都在我的这个可控范围内，那我就辞了。但是人家不依不饶，就说你完全不尊重我，直接第二天找到我爸妈的微信，然后直接就发消息给我爸妈，把这事儿妈了。你跟他爸妈都没见过面，就上来告状啊？对对。我天哪！带入到老婆的角色了。我当时真的是想让他保住他现有这份工作的，我觉得他辞掉太可惜了。他爸妈说啥了吗？我爸妈就直接找我了，说，哎，你工作辞了。因为我是在自己在市里工作，我爸妈是在塘沽。坦白讲，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我爸妈是挺束缚我的自由的，就是我不太喜欢跟我爸妈平时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宁可在市里找一份工作，我自己租个房子，我自己在那儿住，不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结果我爸妈知道这消息之后，立马就问我说：“你把工作辞了，你怎么不回家来呢？”哎，今天这个就谁要来这儿啊？我要来的啊！您来是想干嘛呀？因为吧，就是之前我们俩感情还挺好，我也。说实在的，他几乎算是我理想型，就刚结识的时候。我能不能理解为你们的感情打个点，这个点就打在了你向他提出结婚这个想法之后？对，结婚这个想法之前，你俩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对，感情还挺甜蜜，很融洽。对，一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接踵而来一我就觉得他系列的事情，对我就各种抗拒了，都发生了，对吧？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各种抗拒了。我不是对他抗拒，我是对结婚这个法律形式很抗拒。也许你觉得我的想法可能不符合当下的普世价值观，可能有点超前，甚至活在自己世界里。但我就是觉得他自己也有过不太理想的婚姻。那我说你结了婚了，那他保护你了吗？他保护你的爱人不离开你吗？所以我想，你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法律形式来进行捆绑呢？这不是捆绑，我不认为婚姻它是捆绑。你俩辩这事儿干啥呀？对呀，不在一个世界里辩，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事儿，干啥呀？就是你都没有回答他刚才的问题。我就后来也意识到了，可能我跟他这个对生活的诉求和生活理念，他是有出入不同的。哎，你俩在一起恋爱就是好的时候啊，他对你怎么样啊？就好的时候很好，他爱好很多呀。我当时为嘛会很心动，就是因为之前好的时候，他对我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很照顾的。你举个例子，就是深得我心吧，可以说是。我有回吃坏东西了，上吐下泻急诊，然后他当时工作也挺紧张的，就是看我那个急诊生病了住院了，倍儿紧张，我把他所有工作都往后推了，还请了长假，这些小爱好他也不参与了，哥们儿叫他出去也不去了。哎，你看这爱好是能放下的，对吧？对，就是在医院给我陪着我住院。煮汤、熬粥，端茶倒水，我觉得对我还挺好的，所以那时候可挺心动的，觉得我们俩肯定能一起过的呀。那你今儿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我们怎么帮你？我自己吧，现在其实也有点迷茫。从那个底性上讲，我觉得他跟我确实生活理念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很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我原来以为我能影响他，是不是他能发生一些改变？后来了，就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可能真是想一条道走到黑。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影响不到他这个，你接受不了不婚主义，对吗？但是从情感上讲，我又挺意难平的啊，明白。所以我也有点迷茫，问问我们该怎么办，是吧？对对。来，男生您有什么诉求呢？其实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事情简简单单，我觉得这样最好了。你每多一个人进来，这关系就多复杂一分。一开始他是想把父母塞进来，后来觉得不行，又把这个女儿塞进来。他感觉好像哎，捆绑你的关系越多，你就越难挣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他吗？我爱他。你只爱他这个个体，不爱跟这个个体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儿，对吗？不包括跟他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儿。也就是说，我只爱仅限他自己，只限这个个体。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一个人拼命的想要捆绑另外一个人，一个人拼命的想要挣脱。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问问今天来求助的，哎呦，这难为这小孙和小王，他俩一个22岁，23岁，你们两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这个？说不定他们更能理解，我跟你讲。其实我比较理解这个姐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爱就是一种占有或者是束缚，因为在我爱上他的同时，我也去束缚了他去爱上别人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前提是我如果爱他，我愿意尊重他或者为他付出一些东西，哪怕就是我
自己的时候和我有了爱人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我不能说我跟他谈恋爱之后，我还像工作一样135、246这样，那这和上班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这就不是在谈恋爱。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来先生，你所谓的这个爱，你可以同时爱2个人吗？不可以，喜欢可以同时喜欢很多人，但爱就一个。所以你对他的这个爱，就是优先级是第一位。优先级就是在很多的情感当中。如果把这个情感排成那个爱情的话，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对吗？对，我如果想吃饭的话，我肯定首先找他，他没时间了，那我可能自己吃或者找别人。你有其他的女性朋友吗？这个应该不多。不多就是有。你排斥这件事情吗？我肯定排斥。我觉得吧，我非常支持这位哥哥，我很理解哥哥的想法以及他的做法，我也很羡慕他这种生活。哎呀，你俩还要上去吗？我很支持哥哥这种自由的生活，但我不是不婚主义啊。女孩千万不要骗自己说，我觉得我能改变他，你只会试得一身伤，最后来认命你，我改变不了他。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不能够去说什么，我觉得2个人领个证，然后有个保障，那是你觉得。你需要的是那种高度的被关注的那种高浓度的情感，你也需要非常强的这种安全感，甚至其实我认为你对家庭还是很向往的。对，但是他不是，就是你看人家前面的那些女孩都知道，所以人家都走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及时止损也没有错，你对他所有的期待大概率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是劝你们及时止损，或者你现在就如果说你还想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可以谈恋爱，但是就不要再去想结婚这个事情。但如果一旦你还想结婚的话，你也别耽误他去游戏人间。就这段关系，我不想让他们俩和好。不婚主义者是很迷人的，因为他们自由而独立，他们不渴求关系所带来的稳定性，他们总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价值观。但是你没有理解不婚主义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不婚主义就是不结婚，对吧？不是的。不婚主义的核心是拒绝一切关系，他不是不结婚，但凡是稳定的关系他都不要，他连父母的那种稳定关系，如果因为父母生他下来他没办法，但是他也不履行所谓的稳定关系，他可能会履行一些孝顺啊，或者给父母钱啊之类的，因为稳定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一种羁绊，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支撑，他也不会从稳定的关系里面获取正面的能量。你是渴求稳定关系的，他不是。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觉得他很迷人？因为他的那种想法和说法闻所未闻，你觉得他充满了神秘感，这才是核心。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少数派要不要被消灭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少数者，你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你现在正在对他进行规训。我要告诉你，爱情是有意义的，婚姻是有意义的，家庭是有意义的，你必须要有爱情有婚姻。不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就是孤独者，孤独者是游走在社会关系的边缘，他不完全脱离社会关系，因为他还要活下来，但是他又不进入社会关系，他认为社会关系是无聊的，是无聊透顶，而且极度麻烦，我不想被这个东西给锁住，所以他一直游荡在边缘。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极小范围的利用到一部分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又不再享受社会关系带给自己的极大的好处。我很同意文佳老师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确实不合适，不合适的点在什么地方？你们是不是相互吸引？当然相互吸引啊！为什么？作为投射的一部分，你是被相反的人所吸引的，你没有经历过他的生活，所以你被他吸引。但吸引就代表你们契合吗？不是的，因为价值观的差别是生活底层的差别，到最后一定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撕裂。我相信他爱你的，没有毛病，但是他的爱和你所理解的爱是不一样的，他的爱里面是没有占有的。你信不信？你说我去找2个男生吃饭，他觉得你可以去，没有问题。甚至有一天你跟他说我要去跟别人结婚了，他还会跟你说偶尔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的。所以啊，你要的生活，你走的道路是被社会规训的道路，他是一个少数派，他很迷人，很吸引你，但他只能和你谈恋爱。谢谢陆琪老师。大家如果想要找陆琪老师帮你们解决情感问题，特别简单，你们去微信上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提示一下，就是你是爱宝的忠实粉丝，亮明身份啊，陆琪老师会给大家新人大礼包的。我觉得你们2个人特别适合这句话，
叫做人生视拼图。我们的人生就是由各个板块的拼图组成在一起的。有的人这个爱人的拼图这个板块就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他是拿不下来的。但是有的人在他的人生当中的拼图当中，爱人是可以随时移动的，甚至没有都行。你问他不谈恋爱的时候，他生活快乐吗？他很快乐，因为他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他有他的爱好，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想要去达到的人生的那个高度，比如说注册会计师。就他是一个非常丰盈的人，爱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锦上添花，没有也就没有了。而你们的关系当中别扭的地方在哪？在于他给了你一种错觉，这个错觉叫他会因为我而改变。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公主梦，每一个女生都觉得自己是男朋友的最后一任，且是她此生最爱，这是每个女人都会有的这种错觉。但是后来你会慢慢发现，现实永远啪啪打脸。当你想要打破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现实就告诉你，你不是我的那个什么白月光，你跟其他众多的我的女朋友是一样的，你只是可以在我人生当中出现，也可以随时没有的爱人。我绝不会跟你结婚。就是你现在别扭的地方是在这儿，因为你发现梦醒了，你自己给自己编织的那个爱情的梦它醒了。这个男人他不会为你而变，你不是他人生当中最特别的那个女人，这是你接受不了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要是一定需要一个人跟你结婚，你是要过那样的人生拼图的话，那就果断放弃，没必要在这拧巴和内耗自己。如果你真的很被他吸引，又很喜欢他，很欣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话，就尊重他，不要给自己设什么幻想你能改变他。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接下去的交往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状态，否则他就会一直抗拒你。我听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讲述，我真的是觉得那一句话，就是童年当中某些深刻的记忆，如果是不太好的，我们要用一生去治愈。他刚才其实就讲了一句，父母对他的干涉和管束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那种约束，对于那种禁锢，对于那种太过于让人窒息的管理，他所有养成的惯性是逃离。所以他能够感受到的逃离最大的获取的方式，就是我要自由的去做主我的人生，我要自由的去选择我的生活方式。他找到你是因为你没有那么让他透不过来气，结果你变成了和父母站到一起的人，甚至更重。而且你觉得我没有能力，我还得把你爸妈一起拽上，让我们变得更有能力吧。他能不本能的觉得想要对你们的关系重新审视吗？其实你现在之所以还留在他的身边，我还是相信他是爱你的。但是留在他的身边的原因是，你的能量还不足以足够大到去锁定他。你没有像父母那样让他觉得压得透不过来气，让自己觉得自由完全被紧紧的系死了，没有自由，你还不是。所以你其实是一个游走于他童年记忆，就对他又有一定的约束与依赖，又同时又能够带给他自由，是游走于这当中的那个人。这是你的魅力。但是你要留下他，不是因为你要把他绑住，而是因为你会给他自由。他想要自由，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在爱、喜欢和平常交往当中，他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只不过他觉得自由这件事情对他而言是要用一生去获得的东西，所以不执着于婚姻，这段关系可以长久。太过于执着于婚姻，不是他会割舍你，而是他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你。就看你想怎么去经营你们这段感情了。我觉得其实先做一件事儿，先去判断他这个不婚是他坚定的个人价值观，还是暂时在回避你们现在的状态。你们之间爱可能不像之前那么坚定了，所以拿着不婚来做一个借口。好，如果他就是前者，就是坚定的不婚者的这个价值观，
那我们再要做第二步，这婚与不婚的区别在哪里？他抗拒的到底是什么？真正的爱，它是不能以某一方去放弃他的核心诉求而达成的，要充分理解对方的核心诉求，然后找一个弹性的空间去妥协。我觉得他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个人空间，责任更多了，甭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孩子，经济上可能要混同了，这才是核心。如果说你们不结婚，这3点他能答应，你是可以不结婚的，对不对？你只是一个结婚的这么一种形式，让他身上多增加了这3个核心价值诉求点的一个要求。他不答应的是这个，不是婚不婚的。所以你要想，我现在不结婚，我的这个对我们之间关系的要求，我的核心要求是有这3点的，他能不能满足？如果他不能，走啊，不是结不结婚的事儿，而是你的期望，或者说你爱上的是谁？你爱上的是他这个人，是他的魅力，还是你爱上的是他跟你想象当中的一种关系？他要承担的那些你认为爱就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在爱方面，你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各自的核心诉求。如果不能达成，那就分开啊，跟结婚不结婚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的意见都给完了，接下来就看看你们怎么选择了，好吗？那接下来请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啊，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孙22岁，来自天津，美术老师；小王23岁，来自河北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我们俩认识12年了，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你俩是怎么在一起的？去年他主动跟我表白，因为我们彼此太熟悉了，我觉得和他恋爱应该会很轻松，没想到事与愿违。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俩谈的就是散养式恋爱，他根本不重视我，还把我当兄弟，而且脾气变得很不稳定，背后还给我使绊子。我想问问老师们，如果我俩分手了，还能不能做朋友？我们俩的关系可以说是老夫老妻了，都那么熟悉了，还总让我给他惊喜和仪式感，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重心应该放在工作上。他俩今天来这儿的诉求是问咱分手能不能做朋友啊？那就是已经确定要分手了。我是比较纠结的，因为我们2个是从去年跨年确定恋爱关系的，现在就1年都不到的时间吧，就怎么就谈成这样了呢？就是我感觉他现在生活当中还把我当他的兄弟一样，像有时候我们2个跟他朋友去吃饭，然后他坐那儿，要么就低头玩手机，要么就是跟他朋友聊天儿。但是我对他一些朋友也不是完全的熟悉，所以我在那儿我就感觉我很尴尬，我很冷场，好像我是一个外人一样。然后他只要一跟我说话，就是啊，你给我催个菜去啊，你赶紧扫个码点个菜看咱吃啥呀，要不就是啊，你给我抽2张纸，我这没纸了。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一个佣人。你俩以前哥们儿的时候他就这样吗？不，他以前会照顾我，就是好像我们2个关系更好之后，他反而忽略我了。因为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首先是陪我的朋友吃饭，主要在于应该是陪我的朋友，那我也不能在餐桌上跟我的朋友秀我们俩恩爱，然后把人家当成电灯泡嘛。而且我觉得抽个纸巾啊、催个菜什么的，都是随口就能做到的小事情。我就是觉得他公主病太严重了，我也觉得他很任性，我想改他这个毛病。但是我觉得出门在外，男朋友对女朋友应该有的照顾，他对我都没有。就哪怕我给你剥个虾，我给你夹个菜，我关心你2句，就是现在都是很流行宠妻的嘛。但是我好像就是跟他出门是满足他的虚荣心一样。那你俩自己单独约会的时候，他会照顾你吗？很少，就是他越来越忽视我的情感需求了。因为我会觉得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可能有这么高，现在我们俩更上一层楼了，那为什么活起来还要越来越累呢？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我跟他确认关系了，我离不开他了，然后他对我就无所谓了。我就想着我们2个认识13年了，都老夫老妻了，那我们就怎么说怎么来呗。别，你俩可不是夫妻啊！他对我和对他前女友完全不一样。我刚想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俩应该不是这个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之前也是这样的吗？之前不是这样，因为我们2个当朋友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给我讲他的事儿嘛。每次只要那个女孩一生气、一不高兴，他就跟个舔狗一样，就在背后
可着人家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搭理我了？你为什么跟我生气了？然后还跟我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她不高兴了。然后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给人家买点小礼物，说两句好话，人家就不生气了吗？结果每回他俩一和好，我给他发微信他都不回我。我说你为啥不搭理我了呢？他说我女朋友有点不想让咱俩一直联系。那当兄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也不咋地啊。就在我看来，我把他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才会帮他，给他出谋划策。就是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他随时可以忽略我，就是有我没我都一样。当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说不理他，当时他给我发很多消息，我觉得都是些很没有必要的小事。我跟我当时大学谈的那个女朋友是第一次谈恋爱，那是属于我的初恋嘛。那时候我对爱情也很懵懂无知，就想尽可能对这个女孩好，然后又觉得这个女孩说的也确实很有道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事儿，然后就先别联系了。姑娘，他以前是你的情感依恋物吗？对，他确实是有依赖，然后你那会儿就喜欢他，是不是？对，那会儿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我俩会发展成恋人关系。不是，但是你是不是对他有好感？我俩当朋友的时候没有情感依赖。对，我俩在一起是跨年的时候，他给我表白。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当朋友也当这么多年了，我也了解他，然后我也可以无条件的信任他，因为他可以说是除了我爸妈以外，可以说是最了解我的一个人了。那我问你，当他因为他的女朋友不高兴而不理你，或者甚至把你这个朋友删掉的话，你会生气吗？删掉不能接受，但如果他因为这个事儿不搭理我，我是其实可以理解的。然后还有什么两个人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你觉得变化比较大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我有时候感觉他这个人情绪很不稳定。有一次我陪他去修手机，他扫了一个共享电动车，骑车带着我嘛，然后那个车就是快没电了，有点不太好骑，他就整个人开始莫名其妙的暴躁，拿那个手捶那个电动车的显示屏。我第一次见他这样，我感觉我很害怕，我以前没有发现他这个点。然后我就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骑那个车一偏到一个马路牙子上，绊了一下，我俩就摔倒了。当时我手跟腿都磕破了，他也没有关心我。到后来回家的时候，他给我送到家门口，也没说路过一个药店，我带你买个药，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后来还是我自己处理了伤口。然后他又觉得说啊，你这不就摔倒了吗？你当时有事不说，你干嘛这么矫情呢？就擦破点皮，他确实没有事儿。他要真有事儿了，我还能放他不管吗？哎，你喜欢他吗？喜欢。你怎么想的？突然就要跟他表白呢？因为我对我们俩的感情更多的，就是那种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感觉。我就想这种当不当正不正的卡着我很难受，我就想干脆更进一步得了。你对他现在有什么不满意吗？我现在就感觉他这个人事事都很任性，然后对于我的情感生活上来说还好，主要是他的情感生活会经常介入到我的工作当中。我平常工作比较忙，他的情况是还在待业嘛，我感觉他有点太闲了，然后非常会把这个情感上强加在我的工作上面。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忙，那会儿我要给小孩上课嘛，然后又从早上上到很晚的，他就说，哎，我们晚上去看个电影吧，要看那种午夜场，然后又说，哎，咱们去吃个夜宵吧，都是在很晚嘛。但是我第二天还要早上6点就要爬起来给孩子们继续上课，然后我就说，咱实在不行，咱算了吧，我这个工作很忙，我也很累，我感觉我有点休息不太过来。他说了，那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能好意思拒绝我呢？我都在你的这个班级外面楼下等你了，你下课咱们就走嘛。就这样，那我觉得没有办法，那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而且他等我这事儿我也能接受，但是他等的时候他不好好等。你说正常人等的话就往那一坐，哎，我喝茶水了，玩手机了。他的等法是，哎，在我中间可能孩子们下课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跟我的学生们去聊天，去吐槽我这个人，让我感觉很没有老师的你等会儿，你的学生都多大呀？他跟你学生就是青春期嘛。哦，14、15岁这种，我感觉就是跟孩子们吐槽这种我们的恋爱关系啊，很影响孩子的三观。而且我觉得这些事情你跟其他人成年人说，我觉得倒还好，你跟孩子犯不着说。为什么要跟他的学生去说这事儿？因为我在那等他，我也没得干嘛。然后他的学生就是跟他关系也挺好，把他当一个哥哥一样。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挺生气的，因为是我们两个过情人节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浪漫和仪式感的人。然后在过节前半个月甚至1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选礼物，我选餐厅，我说怎么让我们两个开开心心的过个节日。然后结果他那天来找我吃饭的时候，他不仅没给我带礼物，就是连个花都没给我买，两手空空就过来找我了。我觉得他根本对我就不用心。这个事儿是因为当时
他就跟我说着吃饭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会给我准备礼物，我就感觉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事就咱们就摆在明面上说，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为什么还要让我猜呢？那你对你前女友会问他说你要给我买礼物吗？那我前女友那会儿的时候，那不一样，那会儿是我在上学呢，我有充足的时间，有充足的精力。我现在上班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猜你的心思。但你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做，你只是不想为我做这些而已。我觉得你就是太闲了，你就应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我有找过工作呀，我之前去面试了跟他同一家培训机构的也是老师，然后我当时给小朋友带了一节课，当时小朋友也很喜欢我，然后机构的那些老师们反响也不错，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跟他说，第一，我的能力被认可了，而且我也可以有时间咱俩多见面，我也能帮你就是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咱俩能一块赚钱了。他知道之后他就很淡定，哦，我知道了。我就感觉他有点敷衍我，但是我也没多想。然后结果后来这事就黄了，我去一打听，我才知道是他在那个机构里跟人家说我小孩性格干什么都3分钟热度，他说我没有责任感，他觉得我就不适合当老师。我太了解他这个人，我们俩就是你了解他，你也不了解他在工作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呀。其实我也有一定了解，您就看他那个指甲嘛，你看那大长美甲，他画笔都握不稳，他能教好小孩吗？哎，你是不是不想让他缠着你？是不是他如果去了别的机构当老师是可以的？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连带关系，他面试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哎，她是我女朋友。你说清楚，别说人指甲跟指甲没关系。对，你不要贬低人家人。你跟他说啊，就不要我们晚上能见面，白天就别见了，说清楚就好。我当然也跟他说了，但是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他就觉得哎，我好像在挡他路了，然后我感觉他觉得自己能力可以胜任。我本来就觉得我面试成功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走后门去让他给我托关系去面试的，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他怕你缠着他嘛。哎呀，姑娘，你现在没有工作，他不是说了吗？你太闲了，你没有点自己的生活吗？那我现在找工作也不行，不找工作也不行，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让我怎么做，他才能对我满意。那位大哥在想，果然我是对的。我当时之所以拦着他去这个机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经常上酒吧、上夜店，喝到半夜，然后回来烂醉如泥。之前有一回就喝到什么程度，家里人找不着他了。然后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我也担心他，然后我就这托人，然后这那问的，然后终于找他去那个酒吧了。我刚要进去找他，然后看见他被2个男的架出来，就已经喝得不行了。我也有点懵啊，我不知道还有男的呀，我就问人家2个人，我说哥们儿，你跟他什么关系啊？然后人家男的就告诉我，我们也是刚认识，我们就是酒友，我们在旁边桌喝酒，跟他们几个女的一块拼桌来着。然后我就那说这件事情咱先不说，咱先把人接家走，人没事就行嘛，搁家走了，然后。第2天酒一醒，我问他昨天晚上还发生什么，还知道吗？不知道了，已经喝断片了。您说这事儿多危险？太危险！哎呦，姑娘，这可不行啊！我一说这个事儿，我每次特别委屈。我那次喝多，就是因为他去网吧打游戏。我那天，我提前给他发消息，我说我想等你下课，你陪我去吃个饭。然后我当时打扮了1个多小时，我精心化了妆，换了衣服之后，我说你陪我去吃个饭吧。然后他一下班跟我说，我今天太累了，我想去网吧打会儿游戏。我说你愿意打游戏，你都不愿意陪我，那是不是我就是对你来说，我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游戏重要啊？对呀。然后我就跟我闺蜜说这个事儿，就是我的闺蜜，人家都知道我心情不好，说陪我出去玩一会儿，然后那我就出去了呀。而且我去的时候，我还给她发消息，我说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了，当时只有我们几个女生，根本就没有男生。他是因为打游戏，他没有看到我给他发消息，然后我们当时玩的时候是那几个男生，他问我朋友说咱们能不能一块拼个桌，因为我觉得在酒吧认识朋友真的太正常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的。而且当时是我朋友答应的，说那一块玩吧，那我朋友都陪我出来了，我觉得我也不能扫人家的兴啊。我们没有指责你说跟男生喝酒这件事儿，我们只是觉得刚才就是你喝成那个样子，被2个男生架出来，这事儿很危险。他如果没及时赶到，没看到，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被男生扶着是因为我闺蜜在前面打车，然后我当时确实喝多了，我就是因为跟他吵架，我心情不好，我就喝多了。然后他说让那2个男生帮忙看着我点，怕我喝多了被人撞一下摔倒了什么的。他说他找着车就过来把我扶走，然后就正好他就过来找着我了，就好像
我做了什么背叛他的事情一样。我感觉他这个人思想特别的肮脏龌龊。因为你想想，你要是只看到一个画面，他被俩女生嫁出来，你肯定也会心里不舒服嘛，第一瞬间。那么后面了解清楚之后，那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危险系数的。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去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今天你们俩谁要来？我要来。你刚才就是那个诉求吗？说你们分开之后还能不能回到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在内心是不是现在已经有答案，就是要分手啊？其实我觉得让我直接跟他分，我也挺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的。但是如果再这样吵下去，我觉得我不仅跟他在一起没有变成更好的那个我自己，反而让我越来越内耗了。男生呢有啥诉求吗？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不管是个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也好，影响都太大了。而且我感觉，自从学生时代蜕变出来，步入社会了之后，人也是会变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太适合这个恋人关系，回到朋友可能会更好。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根本就是不相信我，他不愿意给我去改变的机会，他就在他心里永远觉得我是他的。你要变啥呀？你怎么顺着他走了？你哪要改变？你要变啥呀？你自己他没有不相信你，他只是没那么喜欢你。是你要改变什么呀？苏先生和张女士，你们怎么看呀？哎，我先问一下您二位，您二位觉得这个恋人变回发小朋友现实吗？不现实。我也觉得不太现实，不太现实啊。那你们觉得他们两个人适合再往下走吗？适合。我也觉得适合啊，因为什么？就是首先他们俩，我觉得有很难能可贵，有10几年的这个一份情谊在，就是青梅竹马吧。我觉得这你又陷入幻想当中了，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很简单，拆伙就完事儿了。那你觉得他俩能回到朋友和发小？我觉得不需要回到发小。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发小？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是一直往前走的。你往前走，你们中间做了选择，你们就是回不去的。回去的意义是什么呢？回到发小，然后哪天他分手了，他需要一个过渡期了，他需要一个安慰剂了，又来找你。我跟你讲，这个男孩他喜欢他前任是真的，他喜欢你反而我觉得没那么真的。为什么？因为他太了解你了。哪怕你今天急着说我真的没有喜欢过他，但我觉得在男生心里其实他有把你当备胎在做一些行为。是的，在培养，很明显的。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他喜欢他自己。这个男孩是一个很需要新鲜感的人，他也需要就是周围的人和环境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他不会把你放在第一位，永远也不会。10几年的发小，为什么初恋不是你呢？要真的喜欢你的话，怎么能就突然喜欢上了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很介意你对他的社交或者你对他的事业产生任何的影响。女孩就是我觉得谈恋爱不丢脸，伤心也不丢脸，但是如果一直被人当备胎对待，这个事情很丢脸。而且一直明知道自己在不被爱的情况之下，你还想要去垂死挣扎，你还要去想跟他说你能不能做点你证明你爱我的事儿，让我留下来。人家已经明确的说了，其实他觉得你们俩不合适，他在上一段感情里面肯定是受了很大的伤害的，所以你凭什么来当他这一剂解药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纠缠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如果往坏了想，就是他觉得你现在拖累到他了，或者说他有更加喜欢的人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就拆伙就完事儿。我不觉得他们是备胎，我不觉得他有一个刻意的备胎的动作，我觉得没有。但他觉得这个姑娘陪了我那么久，我为什么不能试试呢？但你注意一点，你们俩认识了那么多年，他都没有让你当他女朋友，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是他的首选，你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是那个瞬间，他被你的善良，他被你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给打动了，他突然之间想，哎，我对他好像也有点好感，我可不可以试试？所以他对你表白了。但就算他对你表白了，就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试图对你好，也试图爱你，但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没有你喜欢他那么喜欢你，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不断的想要施加于压力，想要更多的缠着他的时候，他有一种先天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这种对抗性是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粘稠，你过于粘稠了。他想退回到以前你在远处默默的关心他，喜欢他，且你们两个人可以无话不谈的这种状态，而不需要现在你管理他，你施压给他，你控制他那种状态。他不是不喜欢你，他是喜欢你的，但是他的自我防御和他的对你的喜欢开始较劲了。
开始拉扯，所以他内心开始痛苦。这种痛苦可能到你想要去他那边上班的时候达到了某一种高峰。其实你没有理解，他在他的朋友面前让你去催菜啊、找纸巾啊，反而是他最轻松的状态。那个时候他真把你当女朋友，他希望他的女朋友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在那个状态下面，你忽然之间又变成了一个我要作一下的状态，他发现啊，原来你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人。听明白了？我觉得吧，你们俩还可以抢救一下。你不要这么缠着他，你真的去找份工作。今天你男朋友他觉得你应该找到自我价值，你应该有自己的社交圈，你应该少喝酒，你不要去跟那些陌生男人怎么地，然后你去找一份工作，不要跟我一个单位。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挺在理的，你不如就听他的，说不定你们两个人还可以在一起。至于男生，你那个较劲的那个动作，我建议你讲给他听。然后如果真的你有喜欢的人，你也告诉他。如果正在看节目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找陆琪老师帮你们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找他的方式特简单，现在打开微信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记着要提一下啊，是爱宝的粉丝，然后这样的话陆琪老师会有新人礼包送给大家的。他俩回不去，他们两个人如果就此分开的话，是一定回不到过去，因为你们过去也不是朋友，你们过去叫做暧昧对象。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亲密起来的？开始每天要发信息汇报自己的小日常、小动态，那个时候就不是朋友。你们现在是害怕失去当时的那个感觉，我告诉你们，那个感觉没有了，暧昧时候的感觉就是永远不会再回去了，因为你们已经确立关系了。如果你们永远不确立关系，那个感觉还在。你们现在两个人怀念的是曾经暧昧时候的那个状态，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给我滚远远的。所以今天你们那个问题，我回答你们回不去，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就不是朋友。我就让你想一个细节，姑娘，你如果是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他跟你一吵架就找另外一个女生去说，哎呀，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哎呀，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哎呀，我女朋友好烦呐。我问你，你作为他的女朋友，你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受不了吧？所以为什么他现在他当时跟你表白了？是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没别人了，有别人他不会跟你表白的。我不知道你们俩现在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但是我是觉得啊，爱吧没那么爱，喜欢吧没那么喜欢，但是呢，又彼此可能稍微对对方有那么一点吸引，但是没有办法好好谈恋爱，所以挺难受的，挺别扭的。不如就都各自冷静冷静。或者说各自先忙现在自己重要的事儿，情感的事儿往后放一放嘛。还问能不能希望再像原来那样回到朋友，回到那种发小的阶段。真的有的时候吧，我们都太过于去执着于要一个答案，能不能，会不会，爱不爱。其实那个答案本身就不是唯一的答案。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就当你们一旦跨越了友情那个边界之后，没有办法再还友情一个很纯粹的东西，而且一定会在你们将来各自遇见真爱的那一刻，你们是那么不想再见到此刻站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你们一定不会想回头再让他出现在你未来的那段感情当中，他以一个闺蜜的形象出现，一个发小的形象出现，绝不希望，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出现就会成为你们未来幸福最大的绊脚石。所以不用执着于很多的答案，一切都是朝着各自更好的样子去成长，也朝着更好的生活去奔跑。我觉得这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事。而在这一刻定住了，困住了，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好在你们真的都很清醒。从发小发展到恋人，就好比是我们一个熟悉的家园给扩建出一个新的房间。注意，是一个新的房间，一定要有门儿。所以说呢，这样既有过去温暖的回忆，也有现在共同成长的新的空间，很好。但你们不是，你们是把这个家园啊，直接这房间扩大了，没有门儿。我想说的是，我不认为你们是在谈恋爱，你们的恋爱可能就是换了一种称呼的友情。所以在这里面，你们没有那种恋爱爱情的那种激情，
你期待，但他没有，老夫老妻了。打小你怎么样，就想的全都是过去，在外人面前咱就是自己人，不是恋人。所以你们这一段关系是蛮复杂的，很多种互动模式，友情模式，有时候覆盖恋爱模式，有时候强调恋爱呢，我分不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总之，你们这段恋情谈的是不明不白，它势必是要分开的。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约而同想到说，如果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去？因为你们就在一个大屋子里，这种模式很不清晰。我跟前几位老师说的还差不多，就是说不要回去，因为你们本身在一开始就很混乱。回去有几个方向嘛。第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你们过去的那段友情不纯了，蒙上了阴影了，有未了的心结，对方都有意见。第二一个就是你们会边界感不清。而最核心的就是对未来恋情会产生障碍，谁想开始新的恋情，对方那个新的一方都不认可你们会在一起以朋友的方式出现，所以说尽快的理清，尽快的分吧。那接下来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考虑一下你们怎么选择，好吧？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来，我们一起来开门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好，没有啦，不是一路人。哎呦，哦，他还是要坚持结婚的。可以结婚，结婚也没问题。对呀，对吧？就人家对于情感的认知是一定要在一起，走进婚姻嘛，对吧？你跟我没关系，你跟我父母没链接，跟我孩子没链接，我跟你谈个什么劲儿啊？是吧？所以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珍惜他们想要的生活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今天第2组嘉宾的选择了啊。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来到爱情保卫战参与节目录制的话，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啦，我们来看看第2组小朋友他们会不会出来啊？3、2、1，请开门。年轻的朋友们会不会选择出来呢？应该出来了。小孙和小王应该不出来。对，啊，也走了，也走了，呀，哎呀，这不知道他俩是不是分开了，但是暂停一下，我觉得挺好的，理清一下现在的，对，理清一下现在的姑娘不找工作干嘛？情感的一个路子，对，先找回自己更重要。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